第一个就是我最爱的超浓郁鲜美牛肉汤 Caldo de Res， 它的牛肉非常软嫩，然后它的汤很浓郁，它的蔬菜里面有佛手瓜、节瓜跟萝卜，也都非常的入味。那我必须要说，真的只有一间做的特别杰出，它在市场的附近。那之后我都会秀一些店家或餐厅的名字在荧幕上，那我就不特别再念出来了，所以有兴趣可以注意荧幕哦。那你看这些汤红红的，但它其实不会很辣，因为他们很多料理都会用番茄、辣椒，但是有一些辣椒是没那么辣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它的肉非常大块，几乎像是王品牛排一样。但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不会主动给你刀叉，就只有一个汤匙而已，所以不用不好意思，就主动跟他拿刀叉，他们都有准备。那旁边还会附上香菜、碎辣椒，还有洋葱、柠檬，都可以依喜好自己添加。而且只要点任何汤品，它都会附给你饼皮 tortilla， 无限量。所以如果你想省钱，或是说想吃面食，都可以吃到非常饱哦。中间这盘是 mole rojo 跟鸡腿，那我底下可以提供这个料理的连结，让你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。有时候 mole 炖肉也会加在这种叫做 gordita 的胖胖面饼里面。这种夹心玉米面饼也是这里的特色，它叫 gordita， 就是小胖胖的意思。这种玉米面饼是现做的，所以他们就会现场揉一团球，然后打扁，然后开始烤，所以外酥内软，非常湿润。这种跟在大城市通常都只有现成的玉米饼，那个口感是天差地远，非常的好吃哦。这是我某天早上散步在路边发现的小早餐摊，它也是做那种果蒂达，那它有准备非常多的配菜配料，可以让你自己选，都是热腾腾的哦。那你也可以再跟他点咖啡或是其他饮料。玉米饼也都是现做的，非常新鲜可口，就坐在路边跟当地人一起享用，都非常的干净美味哦。像这种tortilla玉米面饼，一卷一卷，然后上面淋一些酱，叫做 enchilada， 还有绿酱、红酱，配一杯洛神花汁，非常的开胃哦。像底下这种是另一种 enchilada， 它是有炸过脆脆的，它叫做 enchiladas Rio Verde， 也是这边的特色。那上面会配清爽的一些蔬菜、豆子、酪梨，然后你也可以记得跟他要 salsa picante。salsa picante 就是辣酱，每一间餐厅都会有他们自己的辣酱，但通常有时候不会主动给你，因为他觉得亚洲人可能比较不敢吃辣。他们的辣酱都是每天新鲜现做的，然后每一家有自己的配方，所以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自己多多尝试。那上面盖的这一块肉叫做 cecina， 它是整个墨西哥都非常常见的一种肉品，它是经过腌制熟成过，所以有一种咸鲜味。那这个地区也有一种特别的 cecina， 叫做 cecina seca， 干的 cecina， 那它制作方式比较不一样，然后也会有一种柠檬的香气。所以你去店家，如果特别想吃这种 cecina seca， 可以确认是 cecina seca 或是 cecina fresca， 那就是一般的 cecina。很多餐厅也会提供新鲜的牛肉料理、牛排，那它也都会附上非常多蔬菜、cheese 各种配料。那这是另一道我很喜欢的料理，叫做 sopa de marisco， 或是 sopa de camarón， 它是海鲜汤或是虾汤。
那它非常浓郁鲜美，但我觉得市场周围的这一家真的做的有一种特殊香料的香气，而且非常浓郁，很好吃。那你只要点海鲜汤，它都也会附上一大堆可以自己加的配料，然后还会附上那种脆脆饼，所以也可以吃得非常的饱。另外，这种是非常消暑的虾料理，它是熟的虾子，但是配上绿色或红色的辣椒番茄酱，叫做阿瓜 chile。你们如果去海鲜店，也都会看到这一道菜，也都可以试试。那有一些会很辣，有一些还好。这附近也有非常多美味的面包店哦。一个不小心，饭后点心就变成3个大面包，尤其是刚出炉的热腾腾、软软松松的奶油香气。有一间是最近才刚开的，它是从一个老店分家出来，就在广场旁边，在教堂后面左边的那一条街，可以寻宝看看。吃面包就要配咖啡哦，这附近也是咖啡的产地，都有自己烘焙的非常新鲜、非常香的咖啡哦。你如果假日去市场，旁边有假日市场，就会有这一摊，你就可以直接跟这位先生买，或是这个牌子的咖啡，其实很多商店里面你也都会看到，所以就是它。非常好喝，而且很便宜。假日市场也是非常丰富哦，各种奇特的食物食材，有很多农家会自己来摆摊子，有各种似曾相识但又不是很确定是什么的水果，都可以买来吃吃看哦。这个阿嬷她有卖自己家养的土鸡蛋，所以我就给她一些钱，一颗5块，然后我就自己捡一定数量的蛋蛋，回家再自己放到蛋盒里面，每一颗蛋都长得不一样哦。然后教堂广场旁边有时候也会有现榨甘蔗汁，甘蔗汁会有一点点酸酸的，但是风味非常的丰富，古早味。你一开始可以喝原味的，就已经超级好喝了。那之后你也可以请老板再帮你做成当地人喜欢的口味，会加很多红红酸酸咸咸的粉跟糖浆，那也会加一些利口酒进去，变成另外一种鸡尾酒。那附近也有蛮多做起来很舒服的餐厅，这是比较不甜的玛格丽特，非常好喝。也有几间非常可爱用心的咖啡厅，但是呢，生意都非常的惨淡，真的值得多多支持哦，而且非常的清幽。这个小城附近都很多在养牛，那些牛都很漂亮，非常的健康，也有一些还很好奇，就是活生生的快乐的牛儿。所以看到他们，虽然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吃牛肉，但同时又觉得，如果要吃牛肉，就是要吃这种在快乐的环境下成长的牛。这边还有一只睡到嘴巴开开的小牛哦，非常可爱。这些是秃鹰，这边最常见的大鸟就是秃鹰，可以在天上看到一大堆在盘旋，在地上、河边也都很像企鹅一样走来走去。它们虽然看起来有点像火鸡，但是目前是没有人在吃哦。路边有散步会巧遇狗狗哦，虽然看起来很好吃，但是也是不能吃的哦。那如果你旅行到已经软囊羞涩，想要节省预算的话，也不妨走在街上碰碰运气，有时候呢会有人免费赠送给你食物哦。但如果没有的话，也不用追问为什么喽。像这种芒果市场也会看到，它不会很大，但是吃起来
有点像果冻，几乎不用用到牙齿，一次就可以吃光6、7个，可以试试哦，跟台湾的不太一样。他们这边的芒果也有各式各样，所以都可以试试。豪办的美食简介就到此，之后还会有很多古迹、自然风光，还有实用资讯。这是我做的第一支影片，所以非常感谢包容，你一路竟然听到了这里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之后我也会慢慢的改进。那如果想知道什么，我想讨论什么，也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。谢谢，下次见喽。